第56章，不要走。好上好餐厅的档次不错，牛排尤其棒。我和高燕竟然聊得蛮投机。我发现高燕冰冷的表面下，其实隐藏着一颗很善于观察的心。她跟我讲，陈从海率领团队出走，应该在意料中。马从敬就不是一般的人，他在8月份就被派来我们深圳公司干商务经理。你觉得他的水平只是个商务经理吗？我心中一惊，面上不动声色的道：高经理，就你给老马脸上贴金，我觉得他的水平就只是一般般，不会比你厉害半点。我这话一说，高燕脸明显红了一下，他扔给我一个白眼，你懂什么？他刚刚接手新的部门，招聘的人都是看上去歪瓜裂枣的。当初招聘你和那个唐洪哲的时候，我们几个经理都不怎么看好，是他坚定的让你们进来。结果我愣住了，没想到当初招聘还有这些内幕。如果不是马从敬，我和老唐还进不了博越公司。不过想想也是的，老唐就不用说了，一看就是木讷内向的人，谁能想到他能把业务做出来。至于我的情况，我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天上班的情形，当时打陌生电话的难堪和难受，让我直接想辞职。如果我兜里哪怕多1000块钱，可能我都会辞职。想到这些事情，我从心底还是有些感谢马从敬。如果不是马从敬，我应该做不到今天这个样子。那个女人可恶，但是是真的有东西，有本事，而且她内心深处愿意帮人，至少我就是她帮出来的。高燕顿了顿，道：所以你们马经理不在，他肯定是去处理其他地方的事情去了。毕竟深圳是陈从海的大本营，他振臂一呼，深圳公司必然垮。深圳公司连周光华都倒戈了，从前台到后台就剩这么几个人了。我道：高经理，你既然不准备走，那咱们这些人你都要领导起来。我看了一下，公司目前的业务员应该还有10-20人，巴布这一边人多一些，我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，其他的人可能需要你去跟他们单独沟通。好，高燕很爽快的答应。后台技术部、行政部我不是太懂行，要不待会儿我们一起把后台捋一下。对了，你给马从敬去个电话，问一下我们怎么能和上面联络。高经理，还是你去电话吧，这个时候是个机会，你既然有了自己的判断，就不要再考虑之前1部和8部的那点所谓恩怨了。高燕没有说话了，显然他被我说服了。吃了饭之后，我们回到公司立刻行动。公司1部到8部目前剩下的业务员一共23个人，其中10个人都是8部的员工。高燕的1部只剩3个人了，他所有的销工和高商几乎都走了。后台部门技术部、行政部和客户部一共剩9个人，我和高燕一起和他们沟通谈话。高燕估计已经给马从敬通过电话了，他给技术部留下来的人很多承诺，应该说这一番努力下来，局面算是勉强维持住了。尤其是8部这一边，我们继续上班，继续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，可能唯一不方便的就是财务交单交钱的问题。总部那边把深圳公司的账号给暂时冻结了，会存在一点麻烦，但是很快总部那边派遣的财务和行政经理就赶到了深圳，他们和高燕接触联系之后，公司的账户重新开放，局面稳定住了。晚上差不多9点的样子，我忽然接到高燕的电话，她问我在哪里，我说在宿舍，下来喝酒。我在香蜜湖，香蜜湖那边有个烧烤馆子，我们公司的人喜欢光顾那边。我去的时候，高燕已经把菜喝酒都安排好了。这个季节深圳的天气还挺热的，所以我们喝啤酒，喝了2瓶啤酒。高燕就跟我诉苦，她说她辛辛苦苦的带1部，好不容易培养这么多人出来，可是这些人全走了，一点面子都没有给她，让她觉得心寒。我说，高经理，别想那么多，人家给了高薪，条件开得高，都是打工的人，谁跟钱有仇呢？高燕忽然问，8部为什么人都留下了？8部情况不一样，部门里都是新员工，别人也瞧不上啊。高燕又问，你为什么没走？我可以肯定周光华肯定找过你，而且给你开了不低的条件。我就笑，高经理，这事儿还在发酵，你又怎么知道我不会走呢？说不定明天我就走了。高燕愣了一下，摇头。我说同样的道理，1部的一些人可能也并非都去了上高，只是人心散了，他们可能有些迷失，你可以给他们都去个电话。高燕摇头，她冲着举起酒杯，喝。我发现这女人虎得很，1瓶酒就是1大杯，这么1大杯她一口就干了，酒喝干，她低头就哭。我部门的人我早就打过电话了，他们基本上都被上高那边重用，可以肯定这是周光华故意针对我搞的。温小兵、孙红英都干上了经理，温小兵是上高1部的经理，孙红英是上高2部的经理，他们的产品和我们相似，网站、域名他们都开始卖了，明显就是挖我们的墙角。而且他们还和某湖、某浪合作了网络广告的业务，产品线比我们宽，我有些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如何安慰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高经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公司的局面稳住，我相信很快上面就能有说法了。博越背后是今日资本，今日资本的力量强大，不可能允许博越就这样一蹶不振，所以博越和上高之间必然会有一战，现在谈胜负还早。高燕抬头看向我，陈斌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
你如果也走了，我肯定崩溃了。我盯着他，我们四目相对，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特别的依赖感，和他平日的冰冷刚强完全判若两人。我心不由得一软，心想，再强的女人也毕竟只是女人，她们的内心要比男人脆弱得多，只是很多时候她们会用冷酷的外表包装自己而已。